你有想过在家中也可以自己烘焙咖啡吗？应该有不少朋友也想要尝试看看，但对于完全没有烘豆经验的朋友，总会有一点点恐惧，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顺利烘焙成功。而且市售家用烘豆机并不便宜哦，要下定决心呢，总还要经过许多的挣扎。其实咖啡烘焙并不如想象中的困难，有了好工具，再搭配简单的基础知识，人人都可以在家中烘出一杯好咖啡。嗨，大家好，我是 Kisplay。说到咖啡烘焙，我从大学开始就用各种方式去开始进行自家烘焙。不过当时咖啡烘焙的资讯非常少，我不会跟你说几年前都只能依赖同好之间的交流学习更不用说入门的咖啡烘焙机根本就是没得挑所以当时除了使用爆米花机以外，我还使用过奶粉罐陶锅，直到后来我买了第一台热风机也就是 Fresh Roast 才算是正式踏上烘豆的道路。不过现在你如果要在家里自己烘焙咖啡门槛真的低很多只是你敢不敢踏出第一步要解释咖啡烘焙可以说得很简单，也可以说得很困难如果要用很简单的方式解释，其实说穿了就是让咖啡的生豆透过烘焙过程变成熟豆。但要让咖啡完全发挥它的特色，就需要经过仔细的钻研，无论是每一阶段的升温过程，又或是脱水时间的掌握，到停火时间点，还有冷却的技术每一个过程都需要仔细的推敲试验而且必须根据天气还有不同庄园的咖啡批次进行调整。那要怎么烘焙咖啡呢？其实说真的也很简单。现在市面上的咖啡烘豆机非常的多，只要直接丢进咖啡生豆进去过个20分钟就可以自动帮你烘焙好。如果要稍微进步一点，找到喜爱的风味，你就得了解一下咖啡烘焙的几个阶段。那其实分别就是脱水、梅纳反应，还有发展期。接下来一一跟大家简单的说明一下。最开始的阶段是脱水干燥，虽然生豆看起来绿绿的、干干的，但其实里面还有10%到12%的水分这个阶段会让生豆中的水分慢慢的蒸发，在脱水过程中不止水分会蒸发，像是造成咖啡涩味的物质，还有让咖啡香气十足的物质也会跟着跑掉所以要根据不同咖啡的特色来延长脱水或是缩短脱水时间。这个阶段的温度大致上会落在摄氏140到145度之间。脱水完成后，就会开始进入梅纳反应的阶段。这个阶段会影响咖啡的甜味跟厚实感。过程中会开始闻到像是烤面包的香气咖啡豆也开始会变成黄褐色。这是咖啡烘焙中我最喜欢的阶段，因为真的超香的这阶段要注意的是甜味跟厚实感的平衡如果要让咖啡的厚实感多一点，也就是粘稠性高一点，时间就可以拉长一些。但随着时间拉长，香甜感就会减弱一些。在这个阶段的温度大概会落在摄氏180到185度之间，当然要高一点或低一点都可以最后就是发展期，这个阶段有一个重要的事情会发生，也就是咖啡会开始爆裂。这个爆裂的时候会有明显的声响那这个爆裂声呢，就来自于生豆在烘焙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二氧化碳还有水蒸气把咖啡豆撑开的声音。你可以想象就像是爆米花玉米爆开的那种声音一样，那原理其实也是蛮相似的但只是咖啡豆不会变成花。这个是让咖啡熟透的一个重要阶段，因为咖啡如果没有熟透，冲煮时就会有明显的涩味还有水味。基本上大多咖啡只要经过第一次爆裂之后就会熟透，接下来就是看大家想要的烘焙程度来停火。那这边也让大家听一下一爆的声音。大家有没有听到刚刚的爆裂声？是不是很像爆米花的声音？经过了第一次爆裂之后如果你还不停火的话，过一阵子你就会开始听到第二次爆裂的声音。不过这次的爆裂声非常的小而且大多数会被机器运转的声音盖过。当然到了这个阶段之后，咖啡就会进入深烘焙，除非有特殊目的，不然我建议在二爆时就应该要停火冷却在温度部分以中烘焙来说，温度可以抓在205到210度之间。那深烘焙的话可以再高一些，如果你要浅烘焙的话就可以再低一些。当烘焙完成之后，因为咖啡豆的温度会非常非常的高，如果没有进行冷却的话，咖啡豆就会继续使用残留的温度自己帮自己烘焙。所以你如果没有冷却的话，就会比原来期待的烘焙度更深一些所以为了更好的控制，就必须进行冷却来停止咖啡豆继续发展。
好，听完前面的分享，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头昏眼花？但这只是把咖啡烘焙中的故事讲得清楚一些，让大家自家烘焙时可以根据味道来调整各阶段的温度还有烘焙时间。但家用烘焙机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吗？当然可以。现在市面上很多的咖啡烘焙机都可以调整温度曲线，还能用手机连线哦。这种咖啡烘豆机是非常的多，不过价格大概都超过2万块。这对于完全没有经验的朋友可能会有点害怕，毕竟2万块也不是小钱哦。但几千块的烘豆机大多只有固定的烘焙程度也无法调整设定每个阶段的烘焙时间跟温度。不过最近入手这台HIOS第2代的热风烘豆机，它就可以做到3段的控温，而且用非常自动的方式帮你做烘焙。这台咖啡机的烘焙量大概是60克到100克之间，以1天2杯300cc 的咖啡来说，大概可以喝2-3天，也就是说烘个2次大概就可以喝上1个礼拜哦。那机器大小就这么大，就像热水瓶一样，很好收纳哦，而且价格不到6000块，真的很划算，让新手可以无痛踏上咖啡烘焙的不归路。真的是不归路，因为你烘完之后，你就不会想要去买市售的咖啡了。机器的结构也很简单，主要有咖啡烘焙室，就是在机器里面这个结构。那另外还有银皮收集器，就是上面这个盖子。使用方式呢，就是把生豆倒到咖啡烘焙室里面之后，按下开关就可以进行开始烘焙。如果你想要微调风味或是烘焙程度，就可以依照说明书上来设定每一个阶段的温度跟时间。那对了，这个机器还有一个非常我觉得方便的地方，就是在银皮收集器的上方有一个透明的观景窗，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咖啡豆的烘焙程度，这也是蛮方便的设计。最后，我必须要分享为什么现在买熟豆那么方便，还要自己烘焙呢？这其实就跟外面餐厅那么多，为什么还要在家里自己煮饭的原因很像，因为便宜很多，而且可以自己决定自己想要的口味，更重要的是新鲜。其实咖啡好不好喝，生豆的品质就占了60%以上的关键，另外30%就是烘焙，其余10%才是冲煮。如果咖啡不新鲜的话，也就是你烘焙完之后的咖啡放非常非常的久，然后才开始冲煮的话所以那生豆跟烘焙这90%的关键就完全起不了作用，因为新不新鲜才是决定咖啡好不好喝的关键啊。而自家烘焙就可以确保咖啡新鲜度最好的保障。那另外呢，咖啡生豆的价格比起烘焙好的熟豆要便宜不少，而且现在直接在虾皮上搜寻咖啡生豆就有一堆卖场可以购买，比起我一开始在玩烘豆的时候要方便太多，因为我们那时候都还要到国外去订购。最后我还是要分享 HIOS 第2代热风烘豆机到底烘得好不好。以内建的中烘焙设定来说，我觉得还不错。当然要跟店家的大师们的烘焙比起来，一定还是有一些差别。但如果说以大师烘焙是90分来讲，我认为这一台它烘起来应该有80分的得分而且你要从80分提升到90分，就得投入更专业的器材还有心力，这个真的不是大家能够想象的因为它投入的心力还有时间还有金钱是非常的多，更何况烘焙咖啡只占咖啡好不好喝的30%而已，其实有80分的成绩基本上就不会太差了，而且自己亲手烘焙咖啡的乐趣跟成就感是外面买熟豆难以比拟的。以上简单分享咖啡烘焙入门给大家，用简单便宜的小机器就可以享受自己家里烘焙咖啡的乐趣。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节目，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次内容。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我是 KissPlay， 我们下次见拜拜。